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方华。四中全会刚落幕，北京权力版图就出现松动，开始重排座次。一边是中办主任蔡奇在应该永不缺席的场合连续失踪，另一边是公安部长王小洪在人还在全鲜梅的节奏中被一刀一刀剪掉裙边。从广州全运会到西安，再到北京公安与公安部的人事大挪移，军方、政法系统和元老派像在合力收紧一张网，把习近平身边最后的笔杆子和刀把子一起按进黑箱。这不是几个人的命运故事，而是四中全会后中南海新一轮权力清醒的前奏。11月的广州本该是政治日程最密、最不容出差错的时候，全运会开幕，习近平南巡，外宾接连来访。但就在所有镜头、所有礼宾安排都围着习近平转的节骨眼上，一个该永远不会缺席的人突然从画面里蒸发了。这个人就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蔡奇。而这场神秘消失的另一面，牵扯出了另一个人，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姚晨，原中共海军中校参谋，这几天在节目里说了一句话：蔡奇从9号开始就消失1个多星期了。这种级别的人缺席3天5天都算异常，更别说9天。有多异常？在中共体制里，中办主任就是习近平的影子。习近平去哪，他就在旁边，不可能缺席，除非被控制、被限制行动、出事被要求休息，或是已经被移交给另一个权力中心。问题是，从9号到16号，外界看到的是11月9号，习近平出席广州全运会开幕式，按照惯例，中办主任必须全程陪同，他没来。11月12号，习会见西班牙国王，这种国事访问，蔡奇应该在场，还是没来。11月14号，习会见泰国国王，蔡奇依然不见踪影。习近平持续曝光，蔡奇屡屡消失，不在身边，也不在别处，没有交代，没有官方说法，有种被刻意消掉的味道。诡异的是，全运会跟军队无关，张又侠却来了，蔡奇却没来。11月9号，广州全运会开幕，这是一个纯体育活动，理论上张又侠不需要来，军队也不需要派副主席级别的人，习近平出席时，中办主任更是必须跟。结果却是张又侠罕见现身，全场陪同，还与习近平同框合影，蔡奇却离奇缺席。姚晨甚至直接推测，张又侠不是轻易出来见人的，他到广州不只是给习近平面子，他是来带走蔡奇的。这句话后面是一个更大的推测，蔡奇被军方软禁了。而要做到这一步，不但需要军方动手，更需要习近平默许。那么在这段时间，一件事彻底卡死了中南海的政治机器，军委扩大会议开不了，没有军委主席亲自主持，就无法任命一大批军兵种司令政委。现在军队里司令政委一大片是代理，不知道自己是否转正，代理的司令政委谁也不敢拍板，担不起责任，整个军队像是半瘫痪状态。换句话说，张又侠需要习近平站出来开会，但同时习近平也卡住了，他已失去实际军权，但军委主席这个头衔还不能丢，因为这招牌是他维持党政权力的最后盾牌。所以两人其实在做一件事，互相挟持，互相需要。张又侠这次低头是好，不是空口白话。11月3号，张又侠在四中全会宣讲团开始猛夸习，强调深刻领悟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和部署，统一思想行动，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11月13号，他在人民日报发文20次提到习主席，紧接着亲赴广州参加仅有军人代表参会的全运会，并与习近平合影做诚意秀。姚晨判断
这些动作是为了交易，习近平让步，张又侠出手，而这场交易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蔡奇。因为蔡奇不是一般的常委，他是习近平的大内总管，中南海内务宣传人事的大枢纽，习近平所有指令的最后一道翻译官。姚晨还点出，蔡奇不倒，习近平就还有一个能替他出手的人。而对军方来说，要推进军委扩大会，要夺回指挥链，就必须先拔掉蔡奇。张又侠亲自到广州的目的，就是把蔡奇带走，隔离，安置在军方系统里。而军方有的是地方，宾馆、基地、农场，各种地方政府进不去的区域，即使吃天鹅肉，也不会被判刑的法外之地。这种软禁式处理不会公开，不会宣布，只会让他处于休息状态。关键是这一切都在习近平默许下进行，因为习现在保不住蔡奇。蔡奇消失8天意味着什么？按照中共黑箱政治的规律，外交部长秦刚先缺席，1个月后免职；国防部长李尚福先缺席，2个月后双开；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先缺席，半年后被立案；公安部长王小洪先消失，然后其下属坠楼身亡，他的权力被架空。虽然现在的蔡奇格局比秦刚大得多，权力比李尚福实得多，位置比王小洪更关键，但他也走上了同一条轨迹，先缺席后出事，并且是在军方掌控力重新增强，张又侠全面进场的时间点上。姚晨总结，蔡奇现在大概率在广东军方的一个地方被管着，等军委扩大会结束再决定他的命运。换句话说，蔡奇不是生病，也不是休假，他是被人暂时从棋盘上拿走了。不过，旅居澳洲的自媒体人蒋网正则对蔡奇的隐身有另一种说法。11月16号，他在 X 平台发贴文说，根据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的行政秘书的消息，蔡奇从2025年11月14号到16号应该在陕西省西安市。赵一德周末把从浙江带来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都放假，使用了西安本地的值班秘书。蔡奇此去应该在处理陕西省纪委案件中涉及到习远平部分的案卷方向。如果说蔡奇是习身边的大内总管，那么王小洪就是他手里那把最锋利也最见不得光的刀。但这把刀从2024年底开始，就一步步被人从刀柄削到刀尖，削的是人、位子和权。11月9号，在广州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的镜头里，我们看到了几个关键画面。习近平照例出席，站在台上挥手，张又侠罕见现身，陪同在侧。王小洪也出现了，但这是他至今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从11月9号到11月16号，整整7天，公安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小洪再没在任何官方画面里出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9月中旬，纪念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总结会上，他应该出现却没出现。人民大会堂整排领导人站好，合影里本该有他的一个位置，却悄悄不齐。新华社通稿里只剩一句王小洪等领导同志出席，画面里却找不到人。没有人问王部长去哪了，因为在中央体制里，缺席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不是不想来，而是不能来了。江峰在节目里讲得很形象，先是人还在，权没了，接着是人也开始时隐时现。而要看懂这场权力清洗，第一把尺子就是时间线。要弄死一个公安部长，不会一刀致命，而是先把他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剪掉，这叫剪裙边。这场剪刀从2024年12月就已经开启了。首都公安换人，北京根基被拔掉。王小洪在北京干了5年公安局长，
它的基本盘就是首都公安系统。2015年到2020年，他当北京市公安局长，手下有一个得力下属齐延军，先在河南做他手下的消防总队长，后来被带去北京，一路做到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2020年4月，齐延军接任王小洪，成为北京市公安局长。这意味着北京这块刀把子仍然牢牢地在王小洪系统手里。但到2024年12月，局面突变，齐延军不再兼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公安局长一职，改由秦运标出任。那么秦运标是谁呢？出身刑侦系统，和王小洪福建系、河南系都没血缘，外界普遍认为他和前公安部长郭声琨那一套系统更近。结果是北京公安局长从自己人变成别人派来的人。对一个公安部长来说，这就像是有人先把你脚下的地板抽走，北京不再是你的地盘，而变成别人的哨所。二、国门钱袋子大管家，公安部铁三角被拆，北京之后刀子伸向公安部本部。2025年4月，副部长国家移民局管理局局长许甘露被免，他是福建老部下，管的是国门，谁能出国谁被限制出境，这相当于砍掉王小洪伸向海外的一只手。原本在公安部里，许甘露管国门，陈思源管政务，孙茂利管钱，3个人构成了一个王小洪铁三角，但3个月之内全部被换人。2025年7月，副部长陈思源、孙茂利双双免职。陈思源长期在北京公安系统，后来进公安部，做的是日常政务大管家。孙茂利管装备、管经费，是系统里的钱袋子。那么从政治语言翻成白话，就是你还坐在那儿当部长没关系，但你说啥也不算了。如果说剪裙边还只是慢刀子，那董义军之死就是往王小洪心口捅的一刀。10月21号，四中全会刚开到第2天，北京政法系统里流出一个惊人的消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交管局局长董义军坠楼身亡。这个名字很关键。2017年到2021年，他是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也就是王小洪在北京后期的大秘和总管家，日程、文件、接触什么人，几乎都从他手里过。中纪委中央工作组要查王小洪，正常思路是什么？先敲开董义军这个保险箱，结果人突然摔死了。更诡异的是，人在10月21号死的，对外正式通报却拖到了11月15号才发，中间整整25天，外界一无所知。而15号发出通报追授荣誉、定性先进典型的，不是公安部，而是中央政法委。那么也就是说，董义军怎么死，怎么定性，要不要写进先进事迹，已经不是王小洪说了算，而是陈文清说了算。表面上看是给他盖上一个中层干部的体面棺材，但从权力技术上看，这其实是在释放一个冰冷信号。他已经全盘交代了，我们不但不追责，还给他授个烈士光环。你们其他人自己掂量掂量，是学他配合，还是跟着王小洪一起沉？这不是在保王小洪，而是在瓦解他的整个圈子，让他们重新站队认主。经过1年多的剪裙边，到了2025年秋天，画面就变成了这样。9月17号，在纪念抗战80周年重要会议上，王小洪第一次消失。传闻说他被请去协助调查或谈话。10月，他短暂复出，在公安部开了一次党委会，然后他跑了趟广东，又去山东、江苏宣讲四中全会精神。但细节很扎眼，往年他宣讲是在公安部礼堂，台下坐的是各级公安干部，这次却被发配去地方开会，台下坐的是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根本不是他的系统。这种换场子的安排，在体制内就是一种降级。你还有头衔，但已经不再是刀把子的中心。11月9号，他出席广州全运会，陪在习近平身边，
这成了他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出现在镜头里。4. 11月9号之后，他与蔡奇一样进入齐头并进的失踪期，刀把子和笔杆子同时在画面里消失。那么从时间线看，这不是偶然的个案，而是一场有节奏的动作。先拔掉王小红的北京根基，再清洗公安部铁三角，然后从其大秘入手，抢走定性权，最后让王小红人还端坐在部长的位置上，却再也动不了刀。江峰说这是一部权力衰落史，用词很戏剧化，但把这条时间尺摊开，你会发现这不是简单的反腐，而是一场有对象有步骤的权力大清洗。现在蔡奇的缺席，王小红的再度失踪，时间点又高度重叠在一起，一边是笔杆子被拿走，一边是刀把子被架空，谁在背后调度，谁在重组权力，就成了这篇故事的下一步，也是四中全会后北京政局的关键伏笔。当一个是习近平身边的大内总管，一个是掌刀的公安部长，同时在镜头里淡出，在权力结构里被边缘化，这场戏就不只是谁倒霉那么简单，而是整个权力秩序再重新排号。军委扩大会迟迟开不了，军兵种主官长期代理上岗，逼着张又侠不得不低头示好，也逼着习近平在军权党权之间做出痛苦取舍。而政法宣传系统的一连串人事变动，又让人看到另一种可能，哪怕习近平表面上还坐在那3张椅子上，他脚下那块地板已经被一层一层锯掉了。蔡奇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秦刚？王小红会不会走上周永康式的结局？答案也许还要经过时间来揭晓。但可以确定的是，四中全会之后的北京，真正的戏才刚刚开场。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